得，这次不但没赶上热乎的，还彻底凉透了。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头好，芥末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友记。这款在我手里已经凉透了的阿基飞翼零式高达，我其实在11之前就已经拿到了，只不过11期间毛损做完了，所以就先上了毛损的评测视频。而这个阿基的飞翼零式，由于录完毛损就去修相机了，导致现在才发出片子来。不过总体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部机体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新机动战记高达 W 本身就是我的启蒙作品，因此我对 W 系列的感情还是相对比较深的。这款在 TV 版后期出现的阿基飞翼零式，我也就理所应当的在第一时间入了手。我记得当年看动画的时候，一直没有分清楚飞翼高达和飞翼零式高达的名字到底是谁归谁，只觉得这两个不一样，我也一直把飞翼零式叫做飞翼零式改。直到多年后慢慢去发掘，才知道 W 系列中不同作品登场的各个机体到底哪个是哪个。不过说真的 ，W 系列的机体确实是我看过所有高达作品中最乱的。好，不扯淡了，回到模型这里，这个阿基的飞翼盒子，我一拿到就感叹了一声：你说这有翅膀的玩意儿，连盒子都比那没翅膀的盒子要厚实啊！你骂谁呢？板件方面是新出炉的，当年生当年长的当季物件。零件表面的细节处理是非常清晰的，刻线看着也非常硬朗。塑料的用料依然是财团近些年用的那一种偏软的塑料材质，但这种塑料其实相对于把玩比较友好，不容易磨损而导致强度降低。从 RG 2.0 元祖以后，这台飞翼零式应该是第二台完全没有一体成型骨架设计的产品了。看来万代呢已经完全放弃了那一种没有用的骨架设计，估计之后 MG 的日子会更不好过了。拼装不用说，依然是万代的味道，只是在小腿左右和骨架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把膝盖内部结构翻到上面的最大幅度，再去安装小腿左右和的骨架零件，不然呢就会像我一样，小腿零件会挤压膝盖的这个内构零件，使其在边角上产生白痕或者断裂。幸好我及时发现，没有使大力按压，即便是这样，我这个膝盖装甲内部也已经是白痕了。完成之后的成品呢，也是非常有感觉，尤其是肩甲的设计，我一直都觉得是以50的大铠为参考的。看着这个完成的机体，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看 TV 版的那个夏天，就喜欢看着他拿大炮打殖民地。整体的重心方面，由于翅膀原因，不借助支架站立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只能把翅膀站到两边与身体平行，才能相对比较好的独立站立。而由于翅膀偏短，也做不了辅助支撑。当然同作为 CP 的艾比安翅膀也做不了支撑，不过艾比安的优势在于翅膀的零件不多，重量相对较轻，所以在独立站立方面好好找找还是能找到那个平衡点的。配件方面就属于飞翼系列的常规配置了，标准的分体式破坏步枪和一把机头盾牌。破坏步枪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不管是近些年的 MG 还是 MGSD， 基本都是这样的分体设计，中间用可折叠的卡榫连接，无非就是枪体的样式上会根据设定改变一下罢了。盾牌呢就回归到了飞翼零式系列那样的标准样式了，我拿出手上的几种飞翼零式高达盾牌一比较就比较清楚了。由于是设定的原因，盾牌没有类似于 TV 版飞翼盾牌的那种收纳机构，可动方面呢依旧是小机翼的齿轮联动。既然聊到可动了，就来整体看看整部机体的可动设计。首先是头部没什么好说的，正常的俯仰和旋转角度都挺好的。肩炮这次采用的不是像掉毛的那种直接开盖就可以使用的那种便利包装设计，而是采用了开盖并翻出来的一种机关设计。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繁琐，而这么小的火神炮零件，只有用工具辅助才比较好翻转出来。上半身的可动相对比较常规，弯腰的幅度也有给出，但是不大，只能说够用。胸部下方的两个盖板是可以打开的，能暴露出里边的散热装置。有涂装条件的同好可以改成金色，应该会比较好看一些。腹部的盖板是还原了驾驶舱门的，但我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中奖，我这个舱门松的可以，经常玩着玩着自己就开了。手臂的可动基本还是保持了 RG 这些年一贯的水平，平举和曲臂什么的都挺好的。
肩胛处呢给了3处可动，一个是下方的这个小装甲可以上下翻动，同时内部的这个推进喷口也可以向下翻出来。肩胛上方的白色装甲是可以向上旋转打开的，里面就是真正的光束军刀剑柄了。而机翼推进器上的这个玩意儿貌似只是个装饰，是无法安插推号件的，我就当你是个机炮了。下半身腿部的可动，屈膝是可以轻松超过100度的，整体也不错。小腿后方的盖板能展开，只不过这个展开的设计主要不是为了可动或者展示，而是为了之后变形做准备的，这里我们后续再说。机翼部分每片机构都给出了一个3段式的机械臂设计，末端连接机翼主体的地方还给出了球形关节，可动自由度可谓是拉满了。只是这球关玩时间长了会不会强度降低就不得而知了。而整个机翼给出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推进单元了，这里设计了一个机关，我们只需要转动这个机构，推进器4周的扰流板就会自动展开，这还确实挺好玩的。最后说说变形，这次终于不是1趴变形了，而是半趴变形。至少腿部的变形机构还是需要说到的。首先是头部后转，然后肩胛外拉下放，这跟以前系列模型所做出的设计是基本一致的。之后就是要将侧裙甲外拉，给身体的180度旋转，留出空间，然后后裙甲打开并上抬至胸部，基本贴合到这个零式系统的结构即可。这里呢是没有设计卡损的，自己感觉拉到位了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腿部了，首先屈膝，然后将关节前半部分打开，这样腿部就可以向前折叠收起了。之后打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小腿后部的盖板，把脚旋转180度至后方，再折叠前脚掌进入这个空间即可。最后就是小腿盖板上的这个卡榫对准脚部同尺寸的卡槽卡入，本体也就变形完成了。最后就是调整机翼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效果，并把安装好2把破坏步枪的机头盾牌安插到背部的这个卡槽，整体的飞机形态也就完成了，还算是有一点玩法的变形了。好了，最后说说这款模型的整体总结。从RG抛弃了一体成型骨架以后，整体模型的素质和强度真的是提升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尤其是这一次连一点一体成型骨架影子都看不到了，估计之后应该也不会像元祖 2.0 那样出什么配件包之类的。那这台RG的产品基本就是今后产品线的主流方向了。而模型这块万代的素质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W 系列的玩家闭眼入就是了。好了，本期的脚咬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脚咬记集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